女人结束后，神父安排了一场盛大的晚宴，这让塞西利亚受宠若惊，因为在以前的修道院从未有过这种待遇。然而在他去洗手间时，却意外听到一阵阵哭声。他循着声音一路找过去，果然在一扇铁门后面看到声音的来源。只见一个穿着黑衣服的人呈大字形趴在地上。塞西利亚轻声询问是否需要帮助，然而对方抬起头后却相当吓人，那是一张被包裹严实的脸，完全看不到五官和表情。此时修女长恰好过来，轻描淡写说那人只是被情绪所困。之后又从盒子里拿出一根生了锈的铁钉，轻轻放在塞西利亚手上，说这就是那根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钉子。然而塞西利亚仅仅是捧在手心几秒钟，整个人瞬间头晕目眩，接着不省人事倒在地上。醒来后他去跟主教忏悔，作为一个虔诚的修女不应该刚来这里就把自己灌醉，还在修女长面前出丑。他知道自己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不容易，所以以后绝不会再发生类似的情况。然而主教却并没接受他的忏悔。这时一群无脸修女突然出现，不由分说用力拉扯他的脸。塞西利亚被窒息的噩梦惊醒，庆幸自己已经回到了自己房间。然而此刻门口似乎有一个人在晃动，但当他打开灯却发现什么也没有。第一天就发生如此诡异的事情，让塞西利亚有种很不好的预感。不过第二天忙碌的生活开始了，他要和其他人一样照顾那些病重卧床的老修女，同时还要做清洗晾晒的工作。但最让塞西利亚难以接受的还是杀鸡这种事。 I'm sorry, I can't. 到了晚上，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，一个年长的修女竟然拿了把剪刀进来，趁塞西利亚不注意剪掉她一撮头发。塞西利亚以为她神志不清，并没多想。在送她回房间时，看到旁边修女的脚上竟然有2个十字架的伤疤，明显是被烫伤的。沐浴时他问其他修女，却没有一个人告诉他答案。忽然他感到胃里一阵阵恶心，似乎是吃坏了什么东西。修道院的医生仔细帮他做了全身检查，之后又把他带到了会议室。只见修道院里的管事人都聚在这里，看到塞西利亚那一刹那似乎还透着激动。一再确定他从未跟异性有过亲密接触后，这些人似乎更加兴奋。直到伊莎贝尔推进来一台 B 超仪器，塞西利亚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仪器上动来动去的影像，瞬间让他感受到莫名的恐惧。 You are with child. Questo bambino è stato concepito senza peccato. Dio è testimone. Abbiamo assistito a un miracolo. 塞西利亚怀孕的消息让整个修道院沸腾，她被打扮成圣母的样子站在高处，成了被人膜拜的对象。在此之后，无论她走到哪里，修女们都毕恭毕敬。修女长还特许她什么活都可以不做，唯一的工作就是照顾好肚子里的孩子。然而怀孕中期的某个早上，她竟然因为呕吐吐出一颗牙齿，还没等她搞清楚状况，在沐浴时又差点被人按在水池里淹死。塞西利亚没想到置自己于死地的人竟然会是伊莎贝尔。在修女们把她嫁走之前，她一直叫喊着再试一次。塞西利亚能听得出来，她很渴望自己肚子里这个孩子。在一次检查时，她忍不住问了神父，伊莎贝尔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？但神父却表示她一直患有精神疾病，看到别人身上发生奇迹会产生嫉妒心理。不过他却跟塞西利亚保证，这种事以后绝不会再发生。
果然，第二天塞西利亚就亲眼目睹伊莎贝尔跳楼自杀。这件事也让一直不受约束的格温产生怀疑：先有塞西利亚莫名怀孕，后有伊莎贝尔不明缘由自杀。虽然他来的时间不长，但也能猜到这里面肯定隐藏了不为人知的秘密。他小声劝说塞西利亚要挺身而出，但塞西利亚此刻依然对神父信任有加，认为怀孕是上帝的旨意。Sisters, is something the matter? I can see you. Non mi toccare. Fuck this. Come fate a stare tutti lì a far finta di niente, eh? Cecilia è rimasta incinta e non sappiamo come. Isabel si è suicidata, ma che cazzo sta succedendo? Lasciami, io lo so quando un uomo non è sincero con me. E qui ognuno di voi dice un sacco di cazzate. Lasciami, lasciami, lasciami! No! Lasciami, ho detto lasciami! 晚上，塞西利亚一直在想格温的话，忽然墙壁上一幅画掉落，露出背面若隐若现的文字。塞西利亚查看词典，终于明白这串意大利语的意思，竟然是撒旦会伪装成光明的天使。那也就意味着看似善良的神父其实也可能是个恶魔。他拿着蜡烛悄悄来到格温房间，然而里面却空无一人。他循着修道院里有光亮的房间继续寻找，在一个空房间里突然听到一声响亮的鞭子声，而当他晃动柜子的抽屉时，竟然看到里面自己的简历。小时候他曾经掉进冰窟差点被淹死，那件事当时还上了新闻，而那份报纸竟然也在个人信息里面，足以说明他早就被人盯上了。这时有一阵奇怪的声音传来，塞西利亚蹑手蹑脚一路走过去，透过门缝竟然看到毛骨悚然的一幕。只见格温被绑在椅子上动弹不得，而无脸修女则把他的舌头残忍割下。Benedetta, Saint, please help me. We have to leave. No one here. 塞西利亚知道这里不能再待下去了，于是想出一个逃跑的计划。这天他大声叫喊，把所有人都引到房间。看到他下身大出血的状况，所有人都慌了。神父慌忙把他抱到车上，准备送到医院抢救。在车上，塞西利亚一脸痛苦的哀嚎，然而很快他就暴露了。修女长在他房间床下看到一只被杀死的公鸡，这才知道原来他把鸡血抹在了身上。神父接到电话后脸色大变，让司机停车。塞西利亚知道事情败露，于是趁此机会下车狂奔。在修道院里想要逃跑的女人下场都非常惨。曾经有一个修女半夜偷了钥匙想要逃走，却连大门都没出去就被人发现，结果被钉在密不透风的棺材里残忍活埋。由于塞西利亚肚子里有了孩子，所以她的惩罚只是被绑在椅子上。直到这时，神父才把他们罪恶的计划讲了出来。塞西利亚此前拿过那根生了锈的铁钉，竟然有着神奇的魔力，只要把它放在女人手里就会怀孕。神父在上面发现了血迹组织和骨头碎片，他认为这是耶稣留下的遗传密码，于是花了20年时间反复研究试验。他把塞西利亚推到地下室，讲述了他自认为伟大的实验。这里面放了无数个已经死掉的胎儿标本，那也就是说20年来没有一个实验是成功的。神父没想到奇迹会在塞西利亚身上上演，她怀孕时间最久，检查结果也没有任何异常，不久的将来就会有一个健康的孩子降临，那就是他们一直期盼的救世主。为了防止他逃跑又或是某种仪式，他竟然把烧得通红的十字架烫在塞西利亚双脚上。塞西利亚被惩罚后并没有因此消沉，依然想着如何逃出地狱。然而马上到了分娩之日，却还是没找到机会。这天趁修女一个人帮他检查时，他拿起旁边的十字架狠狠向修女砸过去。塞西利亚没有任何犹豫，了结了执迷不悟的修女。然而刚走到门口，羊水却破了。他迈着艰难的步子找到主教，勒死他后又找到那根让他怀孕的铁钉，接着又跑到地下实验室疯狂倒汽油。而此时神父也找了过来，塞西利亚还没来得及点火就被他制服。慌忙之中，他抄起旁边的玻璃瓶砸过去，之后迅速跑出实验室把门锁上，但神父却眼疾手快，一把拽住他的头发。然而大火把实验室的门炸开，塞西利亚的危险并没有解除。他抱着肚子继续向地下深处跑，在穿过迷宫一样的地道后，终于看到了一抹光亮。但还没等他爬出去，被烧得面目全非的神父却追了上来。他拿出一把锋利的小刀，想要划开塞西利亚的肚子，把孩子拿出来。危机时刻，塞西利亚用那根铁钉狠狠刺向神父颈部，也终于让自己逃出升天。然而此时肚子却开始阵阵剧痛，他用尽全身力气，终于把孩子生下来。在看到地下那个不知名的怪胎时，塞西利亚没有任何犹豫，走到旁边搬起一块大石头，狠狠砸向那个神父所认为的成功的实验品。从地狱一般的修道院爬出来，预示着塞西利亚已经获得重生。而搬起石头了结非自我意愿产生的生命，又何尝不是映射现实呢？
女性并非生育的工具，如果不是自愿结婚生子，那结果也注定将是一场悲剧。